在中国云南哀牢山深处有一个村子，差一点它就被彻底拆掉了。而决定拆掉它的人不是开发商，是村民自己。这个村子很奇怪，1300年来，这里几乎家家不锁门，门是开的，人却不在家，火还在烧，屋子却是空的。更奇怪的是，这里几乎没有发生过偷窃，有游客把钱包掉在路边，3天后再回来，东西还在原地。在一个没有监控、没有围墙的地方，这种事情本不应该发生。但真正让人不理解的还不是这些。2011年，这个村子已经准备修路盖新房，村民甚至拿到了钱，打算把这些老房子全部推倒重建。对他们来说，这是离开过去的唯一机会。可就在动工前，有人突然站出来说了一句话：这个村子不能拆。很多人当时并不相信，因为这里的生活并不轻松，山路难走，收入微薄，年轻人不断离开。如果可以，大多数人其实都想走。那问题来了，一个连门都不用锁的村子，为什么会存在1300年呢？而一群本该离开的人，最后又为什么留了下来？10年后，这个差点消失的村子，不仅没有被拆掉，反而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。但直到今天，很多人依然说不清，这个村子究竟是被保护了下来，还是被留了下来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村子阿者科。沿着哀牢山往里走，路会越来越窄，车开到一半，剩下的路你就只有靠走的了。脚下是湿的泥土，旁边是几百米深的梯田，雾从山谷里往上翻，很快就会把你来时的路吞掉。当你走到尽头的时候，村子会突然出现在你眼前。64栋房子全都长得像蘑菇，厚厚的茅草屋顶，土坯墙，石头底座。但最奇怪的不是房子的样子，是每一家的门都敞开着，没有锁。不是1-2户，是几乎所有人家。木门半掩着，有的直接敞开。你站在门口，可以看到屋里的火塘还在烧，火是红的，锅是热的，但人不在。这个村子有3怪，而第一怪就是这个景象。你再往里走，会发现更多这样的房子，门开着，屋子空着，有些衣服挂在墙上，有些粮食堆在角落。如果你愿意，你甚至可以直接走进去，没有人拦你，也没有人会立刻发现。在任何一个正常的地方，这种情况很难维持1天，但在这里，它已经持续了很多年。有人问村里人：你们不锁门，不怕丢东西吗？他们只是说没人会拿的，没有多余的解释。但如果你再追问，他们会换一种说法：有些东西是绝不能乱动的。这句话他们不会展开，只是重复一遍：不能动。在这里，很多事情都是这样，没有写出来的规则，但所有人都在遵守。而你不知道违背之后会发生什么。第二怪是水从山上来，那片林子不能进。再往村子深处走，你会听到水声，不是水管，是从山上直接流下来的山泉。水从一片森林里出来，那片林子很密，树很高，光很少能照进去，地上铺着一层厚厚的落叶。村里的人把那里叫做寨神林，他们很少进去，也不会随便砍树。有人说那是不能动的地方，如果你问原因，他们通常只会说一句话：动了就没水了。但事情远不止这么简单。以前有人不信，偷偷进去砍了一棵树，第2天那人就病了，说不出话，走不了路。村里人说那是寨神生气了。后来那家人杀了一头猪，去林子里磕头赔罪，人才慢慢好起来。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敢进去。林子里的树有些比村子还老，水从林子里流出来进到村子，有人用它洗菜做饭洗衣服，然后水继续往下流，流进梯田，一层一层灌满所有的田地，最后又会流回山谷里。这套循环脆弱的只有一层，森林没了，水就没了，水没了，人就活不下去。所以没人说守山护林，他们只说一句话：那地方不能动。如果你以为前面2件事已经够奇怪了，那接下来这个才是这个村子最让人后背发凉的地方。这些被叫做蘑菇房的建筑已经存在了上百年，石头做底座，往上是土坯墙，再往上是一层很厚的茅草屋顶。从外面看像一大片蘑菇长在山上，但走进去你才会发现它真正的秘密。1楼是人住的地方，有火塘，有床，有锅碗瓢盆，村民每天就在这里做饭、睡觉、过日子。小孩在地上爬，老人在火塘边坐着。往楼上走，你会惊讶地发现这里竟然摆放着棺材，不是一间，是每家每户都有，有的已经放了10几年，有的几十年。棺材是木头做的，有的刷了漆，有的还是原木色，就那样静静地摆在2楼，占了大半个房间。村里人不说这些是棺材，而是说老房子。
老人往往还没走，自己的老房子就已经准备好了。在村子里，这是规矩，人还没走，房子就要准备好，这样走了之后才能继续住在家里。他们相信人死了，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着，还在这栋房子里，还在这个家里。楼下的人早就习惯了，每天楼下做饭、吃饭、说话、吵架，楼上安安静静，只有木头在夜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，那不是棺材在响，他们说那是老人在走动。有人问过住在蘑菇房里的老人，你不怕吗？老人愣了一下，像是没听懂这个问题，然后他指了指楼上的方向，说那是我阿爸，我为什么要怕呢？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，就像在说楼上住着一个还活着的亲人，在这里生和死之间只隔着一层木头楼板，但人活着就要吃饭，所以在往上3楼堆着粮食，茅草顶下干燥通风，稻谷放1年通常都不会坏，一半地方是露天晒台，晴天用来晒谷子，雨天就收回来。哈尼人1年的口粮就装在这最上面的一层。而最让人想不通的是，这种房子其实根本不适合住人。1楼太矮，只有1.7米左右，成年人进去不得不弯腰。2楼没有窗户，白天也很暗，如果不开灯，几乎什么都看不清。3楼茅草屋顶，一下雨就开始漏，每年都要补，补完再漏，漏了再补。这种房子又低又暗又不方便，放在任何一个现代环境里都不会有人愿意住。但在这里，很多人不仅没有离开，甚至在外面待过一段时间之后又回来了。但这些还不是最奇怪的地方，这3件事在村里不算秘密，但没有人能说清楚为什么。他们只是守着没有锁的门，守着不能进的林子，守着楼上的棺材。而更奇怪的还不止这些，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火塘，位置在2楼，靠墙，用石头围起来。火从房子建好那天开始烧，100多年没灭过。不是不想灭，是不能灭。村里人说，火塘的火就是一家人的命，火灭了，命就断了。每天晚上睡觉前，最后做的一件事就是往火塘里添一把柴。第二天早上，第一件事还是看火在不再烧。这团火对他们来说不只是用来做饭取暖的，它是一家人活着的证明。真正让人想不通的还不是这些，而是在这里能赚到的钱实在是太少了。高燕苗家有5亩梯田，1年下来大概能收2000斤稻谷，这些稻谷大部分要留着自己吃，能拿出去卖的不多，最后换成钱大概2-3千块，这就是一整年的收入。而在山外随便找一份工作，1个月差不多就能赚到这个数字。也就是说，他们不是没有选择，只要愿意走，就能过上更轻松的生活。事实上，大多数年轻人也确实走了，村子里留下的大多是老人和孩子，很多房子已经空了，门还是开着，但里面没有人。有些梯田也开始长草，水还在流，但没人去种。所以问题就变得很直接，既然这里赚不到钱，生活也不方便，那为什么还有人留下？有人把这个问题直接问给了高烟苗，他没有马上回答，先是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看了一眼山下的梯田，慢慢说了一句，祖祖辈辈都在这，我走了，谁来种田呢？这句话没有回答真正的问题。如果离开的人越来越多，留下的人越来越少，这里会变成什么样？不锁门的村子，不能进的林子，活人和死人只隔着一层楼板的房子，100多年没灭过的火塘，还有夜里会转的水碾。这些东西本来不该同时存在，但它们同时存在了很多年。他们明知道不合理，还是选择留下，就像在坚持一件没有理由的事。2011年，一群人走进了这个村子，他们是申遗团队，走遍了原阳82个村寨，看到的大多是水泥墙、铁门、瓷砖地面，直到他们找到了阿者科。石板路从森林里延伸出来，村口是几棵几百年的古树，蘑菇房一栋一栋排列在山坡上。专家们很兴奋，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地方。但就在这时，他们听到了一个消息，村民刚拿到5万块钱，准备修路盖水泥新房。专家们急了，连夜找到村民，不让他们拆。村民懵了，凭什么不能拆呢？这房子又漏又破，我们终于有钱改善生活了，为什么不拆？一边是想要改变的人，一边是希望他保持原样的人。当时村民只问了一句话，不拆我们怎么过？专家也无法回答。2013年，哈尼梯田申遗成功，消息传来的时候，村里没什么反应。对村民来说，世界遗产是外面的东西，但他们看到最明显的变化是，游客开始来了。有人拿着相机拍房子，有人问能不能住下来。村民的反应很直接，能不能开个客栈？能不能把房子租出去呢？政府又慌了，
如果每家每户都自己干，蘑菇房会被改成客栈，梯田会被荒废。可如果不让大家赚钱，年轻人还是会走，村子还是会空，两头都是死胡同。阿哲科就这样悬在了半空。6年，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。高彦苗38岁，过去7、8年，大部分时间都在矿山打工，一个月5、6千，在这个村子里，这已经算是体面的收入。他本来可以继续这样下去，像很多离开的人一样，在外面打工，把钱寄回来，1年回家1、2次。但这种生活有一个问题，人不在一起。他后来回忆，有一次回家，孩子看着他，没有马上靠近。那一刻他意识到人是回来了，但关系已经不在原来的位置了。2019年，他做了一个决定，辞掉工作回村，不是因为这里更好，而是因为他在外面也没有更好的去处。工资看起来不低，但扣掉开销剩不下多少。更重要的是，那点钱不足以让他进入另一个生活，买不起房，留不下城市。但回村的第1年，问题就来了。蘑菇房1楼太矮，只有1.7米左右，他1.75米，每次进去都要弯着腰，不是1次2次，是每天无数次。进出门弯腰，拿东西弯腰，吃饭弯腰。2楼没有窗户，白天也很暗，阳光几乎进不来，空气不流通，烟在屋顶下面慢慢积着。3楼屋顶是茅草的，一下雨就开始漏，每年都要补。他开始动摇了，去找人问能不能改。村里有团队在做修缮，可以帮忙调整结构，加固房子，但前提是外观不能变，还是蘑菇房，还是原来的样子。这个条件让他犹豫了。如果只是修补而不是改变，那这些问题依然会存在，空间不会变高，光不会变多，屋顶还是会漏。他想过一个更直接的办法，拆掉重建，盖一栋水泥房，更高、更亮、更干燥。这也是大多数村子已经在做的事，但后来他还是没有拆。2018年，有一个人带着团队进了村，他叫宝继刚，中山大学旅游学院的教授。他不是来说不能拆的，他知道这句话说了没用，他是来说怎么留的。他提出的方案后来被人叫做阿者科计划，核心只有一件事，把村子变成一家公司。政府出300万，占30%，村民用蘑菇房、梯田还有这里的生活方式入股，占70%，赚了钱70%分给村民，但分钱的方式把保护和利益绑在了一起，40%分给保护蘑菇房的人，房子改成水泥房，这笔钱就没有了；30%分给种梯田的人，田荒了，这笔钱也没有了；2%分给住在村里的人，搬走了，分红就减半，还有1%留给保留户籍的人。同时他还提出了4条底线：不租、不售、不引进外资、不无序经营，房子不能租给外人，不能卖给外面的人，不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。这个方案把保护变成了一件有利可图的事，但问题是谁来推广呢？2018年1月，中山大学导师把研一的杨斌叫到办公室，让他准备下学期去一个在云南他从没听过名字的村子出差1年。杨斌当时就懵了，别人读研都是出国，他怎么就去西南边陲流放了？回家跟父母一说，父母也懵了，你肯定得罪你老师了。杨斌想了半天，也想不出自己哪里得罪了导师。他不知道的是，导师选他只是因为那一届研究生里只有他一个男生，去村里驻扎，女生不方便。2018年7月，杨斌和县团委副书记王冉玄一起进驻阿者科。进村第1天，他就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。开村民大会，从下午等到晚上，一个人都没来，说话没人听。村民看他们的眼神，像是在说2个小娃娃能干什么呢？他没有急着说服大人，而是先和孩子们玩在一起。但真正让村民信任他的是另一件事。有一天，村里一个年轻人去世了，家里只有2个老人和2个小孩，拿不出钱办葬礼。按照哈尼族的习俗，3天内必须下葬，不然灵魂无法安息。杨斌知道后发了一条朋友圈，1天之内他筹到了1万多块，钱不多，但够了。葬礼如期举行。从那以后，村民看他的眼神变了，不再把他当成来走个过场的大学生，而是当成了自己人。高彦苗带着他挨家挨户做工作。哈尼族的规矩是酒喝到位了，事情才能谈。1个多月后，村民大会终于开成了，全村65户，60户同意。2018年8月14日，阿者科旅游公司正式成立。公司成立后，杨斌没有离开，他住在一间改造过的蘑菇房里，1楼是办公室，2楼是卧室。每天早上，他被鸡叫醒，第一件事是去火塘边烤火。他和村民一起吃早饭，一起下田，一起坐在村口抽水烟。他的工作是琐碎的，叫阿嫂用电脑帮村民算账，带游客走路线，在公众号上发村子的照片。偶尔有人生病，
他帮着送医院；偶尔有人吵架，他帮着调解。有一次，一个游客不买票直接闯进村，他去拦，被骂了一句穷山恶水出刁民，他没还嘴。回到办公室后，自己坐了很久，但他说最难的不是这些，最难的是不知道这件事能不能成。他每天飞无人机拍村子发到网上，最火的一条点赞10几万。2019年春节，公司试营业，门票30块一张，7天收入16万。村民们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村子真的能赚钱。罗爱文今年35岁，她是阿者克村第一批回村的年轻人。以前她和丈夫一起在外面打工，孩子在老家留给老人带，每次打电话，孩子都问妈妈什么时候回来，说得多了，她就不敢打了。有一次过年回家，孩子不肯叫她，那一刻她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2019年，村里成立旅游公司招讲解员，她回来了，工资不高，一个月1000多块，但她说够了。她现在每天带着游客走村串巷，讲蘑菇房的来历，讲梯田的故事，讲山神水为什么不能动。这些话她讲了无数遍，但每次讲都不一样。她后来被人记住，是因为一句话。有人问她为什么回村，她说有家的地方有工作，有工作的地方有家。这句话后来被写进了很多文章里，但卢爱文自己并不觉得她有什么特别。她说这就是她心里想的。她每天早上送孩子上学，然后去公司上班，下午接孩子放学回家做饭，晚上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。她说以前在外面打工赚的钱比现在多，但她不快乐。现在钱少了，但人齐了。有一次她带一个游客走完路线，坐在村口休息，游客问她觉得这个村子最大的变化是什么。她想了一会儿，说以前村里人见面聊的是谁家在外面赚了多少钱，现在聊的是谁家又修了蘑菇房，谁家的梯田又收了多少谷子。以前大家想的是怎么离开，现在想的是怎么留下。她说这话的时候，远处有人在梯田里插秧，水从山上流下来，穿过村子，灌满一层一层的田，阳光照在水面上，亮晃晃的。他看着梯田说，以前觉得这些田凡人种一年也赚不到几个钱，现在不觉得了，有人来看它就有价值，就有人种，它就还在。蘑菇房、梯田、林子都是老祖宗留下的，没了那就真没了。每年农历10月，稻谷收完，梯田灌满水，村子里会摆一次长街宴。这一天，家家户户把饭菜端出来，一桌接一桌，从村头摆到村尾。桌子不够就用门板搭，门板不够就用木板垫。一条长街几百米，全是菜。路过的人不管认不认识，坐下就吃，不用给钱，不用说话，坐下来，筷子拿起来就是客人。这是祖训。老人说，长街宴是给所有人摆的，村里人、外乡人、路过的、迷路的，甚至那些看不见的东西，都可以坐下来吃一顿，不能拒绝。每年的长街宴，村里人会穿上最好的衣服，拿出最好的菜，不是给谁看，是觉得该这么做，这是规矩。没人说得清为什么，但没人敢不守。村里有些老人已经在这里住了一辈子，他们的蘑菇房很老了，墙上有裂缝，屋顶的茅草换了好几茬，但2楼靠墙的位置都放着棺材，擦得很干净。有一个老奶奶看起来70、80岁了，耳朵不好，听不清游客说什么，但她每天都会坐在家门口，有时候编绳子，有时候烤粑粑。游客路过，她就笑，指路，把手里的粑粑掰一半递过去。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搬去城里跟孩子住，他摇摇头，说了一句听不太清的话。旁边的人翻译过来，大概是水在这里，田在这里，我就在这里。每天早上他起来的第一件事是往火塘里添一把柴，火从房子建好的那天开始烧，到现在很多年了，没灭过。有人问他怕不怕火灭，他说火灭了，人就没了。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，就像在说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。他的孩子们都在城里，过年会回来，待几天又走了，他也从不挽留。村里像他这样的老人不止一个。有一次，有人问村里的一个老人，你觉得这个村子还能存在多久？老人想了想，说只要还有人住，就一直在。又问，要是人都走了呢？老人没回答，他看了一眼山下的梯田，很久没有说话。然后他站起来，拍了拍身上的土，走回屋里。过了一会儿，屋里飘出一股烟，火塘又添了柴。夕阳又一次落在阿者克的屋顶上，蘑菇房被照得发亮，梯田一层一层泛着光。1300年，这片梯田经历了无数个春天和秋天，水从森林里流下来，灌满每一层田，再流到河谷，变成云雾，回到森林。这套循环从来没有断过，不是因为它不会断，而是因为有人一直在守着它，守它的人
不是英雄，不是伟人，他们只是没有离开。这个差点被拆掉的村子，最后不是被保护下来的，是被留下来的，被那些选择留下的人一点一点留了下来。门还是开着的，就像这个村子里所有人家一样，门永远是开的。本期眼见中国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和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